大家好，我是中医师庄佳颖。这个卫福部啊，在6月底的时候公布这个最新2021年国人10大死因排行榜，癌症连续40年是居冠哎。那平均每10分10秒啊，就有1个人死于癌症。那接下来的5集啊，我们会介绍常见的5大癌症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大肠癌，因为大肠癌啊，台湾平均每13个人就有1个得到，所以我们就要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大肠癌这个疾病。其实大肠癌在中医很早的古书里面就有记载，那我们是怎么谈它呢？就说，有一个人啊，他常常容易从这个下消化道有出血的现象，那而且肚子又肿肿的，好像有一块东西在那里，在一个肠子很深的地方，这叫什么呢？就叫做肠痰下血，就好像肠子里面长了一个很深的地方长了一个像花椰菜的东西，又会引起血便，那这个其实就是大肠癌哦。那其实像我们以前的古书啊，有很多说到说什么饮食不节啊，然后很久不大便啊，然后最后就阴阳不和啊，导致一些很严重的这个身体的状况。那这个其实也是在说大肠癌的类似的状况。那其实也不是只有饮食啦，像以前啊，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说，喝酒抽烟的人才会得到大肠癌。那我平时饮食很清淡，我怎么可能会得到大肠癌呢？那其实是，如果你有家族史的话，也要特别注意哦。像我有个病人啊，很孝顺，她是女儿，然后带着爸爸来治疗，那爸爸呢就得到大肠癌第3期，然后女儿啊来看爸爸，就是被这样子中西合并治疗，治疗得很好，她也来找我看她的更年期，但是我看着看着就觉得，奇怪，她消化道机能真的怪怪的。她说，确实是有啦，但是我本来就有痔疮，我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我说你赶快去筛检一下，因为你有家族史。那真的去筛检完之后，发现哇，自己竟然是大肠癌末期耶，而且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了。那幸好呢，经过这个手术，还有这个我们一起的照顾，她现在控制的也蛮好的。那你看这个女儿啊，她平常真的生活很健康哦。她以为说，爸爸是3期了，那自己还年轻，而且也是身强体壮啊，她也不以为意。但其实啊，只要超过40岁，那你有家族史的话，你一定要去做筛检哦，这个真的很重要。其实中医的诊断啊，大肠癌，你看它的所有的症状，大部分都还是在腹腔里面，就是这个整个消化系统。所以呢，我们定位还是定位它是在中焦的这个问题。那这个中焦问题呢，我们又把它分成2大类，一种呢是比较寒型，一种比较热型。但是你想想看啊，如果你消化道的免疫系统啊都很正常，那你怎么会长出这个坏东西呢？如果坏东西应该是会被免疫系统吃掉啊。所以说，其实就是如果你的肠胃道有一些就是不正常的息肉啊，或是会变性的细胞啊，表示这个肠道免疫机转真的出了一些问题，那我们就算它是一个脾虚。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大肠癌啊，其实是本虚标实。本虚呢，就是你肠胃道的正常的免疫细胞没有发挥功能，就让这个坏的东西啊一直在那边变性生长。那标实是什么呢？标实就是说有一颗很大的东西在那里，那真的让你肠胃道这个也不能大便啊，又痛啊，又发炎啊，那这些都是一些发炎的热症。在治疗大肠癌的时候啊，总是会依照这个本虚去帮他做一些补脾益气的一些处方。那也会依据他的这个湿热发炎的状况，再帮他祛湿。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喜欢把它分成比较偏寒这边，还是比较偏热这边。就是大肠癌啊，比较偏肛门口的，比较偏直肠癌的。那这个时候，通常它的属性都是比较热性的。比如说有很多人他是直肠癌，那开完刀之后觉得说，开完刀我这个应该是很虚，我要多吃一点补气的药，因为我这个大刀已经把这个直肠切掉，又做了一个造口，哇，真的不得了，我一定要多吃点人参啊、黄芪啊。那像有一阵子又不知道哪里流行这个蒜头精啊，这病人越吃，奇怪，因为肿瘤指数怎么越来越高？那是因为这个都是温补性类的东西，那你这个直肠癌啊，就是大部分的人还是比较属于热性的，那你又不懂得去搭配一些适当的一些退火气的药，你越吃肿瘤复发越快。所以像这种直肠癌啊，这个肠胃湿热的人，
你平常真的不能再吃什么补气的偏热性东西，你应该吃一点去湿清热的苦瓜、菜瓜、丝瓜。那这个甜的东西啊，芒果啊、榴莲啊、荔枝啊，这些就少吃，尽量不要吃，也要以这个水煮、清蒸的为主。那这个是比较属于下面的，就是直肠癌啊，或是一些真的大肠癌属于热性的。可是有一部分的大肠癌啊，它是很寒的哦，像是比较靠近这个升结肠啊，或是比较越靠近小肠这边的，通常都是比较属于寒湿型的，或是有一些就是女生啊，她自己标榜平常都吃得很健康，都是什么生菜沙拉这些比较偏寒性的饮食，然后一看竟然得了这个大肠癌。这个通常都是比较属于寒湿型的，那这种人啊，就是平常就是觉得很怕冷啊，吃一点东西就容易消化不良，这一种呢反而适合温补哦。我就会给他像什么附子理中汤啊、香砂六君子汤啊，那这种比较属于寒湿型的，在接受这个大肠癌这个化疗啊，这个什么5FU 一打下去，哇，常常就拉肚子拉得稀里哗啦的。那这时候呢，我就会在化疗前先给他一些去寒湿的这个药物，像什么藿香啊、白芷啊、苍术这些，让这个肠胃道的整个状况呢，会属于比较健康的状况。那这样子接受化疗，效果会比较好一点。那因为这个大肠癌就是有分寒湿型啊，跟湿热型，有分寒跟热的。那很多人不知道，就很多民间啊就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半枝莲啊，什么火象啊，这个可以治大肠癌。然后呢，这个讯息一直分享说，哎，真的有些人这样吃好。那的确是你属于这个热型的，好像比较可以吃这些抗癌的这些清热解毒草药。可是有些人是属于寒型的耶。那像我有个病人啊，他就是才刚开始初期哦，大概诊断是2期，这个开完刀化疗后效果都很好，但他就坚持不要，他就说他要吃草药，结果吃了1年之后啊，这个人一直暴瘦，吃到肾衰竭、结血便，因为这个肿瘤已经压到输尿管了，所以建议如果你是得到癌症的话，有些草药真的能用的话，中医师也会用。可是我们要判断你的属性，你不要自己不了解又跑去乱吃，结果本来都这个预后很好的，这样子吃到连那个可以治愈的疾病都没有办法了，这样子真的很可惜。那其实啊，现在的癌症主流的治疗还是中西合疗啦。那中医在做什么呢？其实如果西医是在做这个很积极的这个消肿瘤治疗，像是化疗、电疗的时候，那我们呢就是积极的配合西医，让西医的效果可以更好，然后副作用更少。有个药物啊叫做5FU，那它的副作用常常是肠胃反应为主。那我刚刚说有很多寒湿型的人啊，或是本来肠胃道就很多症状的人，那他打了这个药物之后，常常就是一打下去就觉得肚子会胀，吃不下，食欲不振，然后有的人会拉肚子，有的人会便秘哦，那觉得很不舒服。那另外一种药物铂金类呢，它其实也是有肠胃道的副作用，但是它主要会引起血球会降低。那降很低呢，这个感染风险就会提高，而且人呢也会变得比较累一点。那因为铂金类啊，很多人会有这个手麻脚麻的后遗症，可能会持续半年到1年，甚至有些人呢可能要持续更久，2年3年也都还有。那这些副作用呢，其实都可以用中药去缓解。比方说，你说那个5FU这个肠胃道的副作用啊，那你如果在化疗前呢，我们就先帮你建立肠胃道一个正常健康的状况。那打化疗期间呢，你可能前面3天会觉得比较不舒服，但打完回家之后，其实你的吃饭啊，这个大小便都还是正常的。那包括我说的那个血球低下啊，或是这个手麻脚麻，这个神经的损伤啊，其实你如果化疗期间好好的配合中药，我们给你一些神经保护的这些药物，让你气血是通畅的话，那其实你化疗结束，这个副作用其实就结束了，不会像很多人有一些长期的这个手麻脚麻，麻很久都麻不好的。那很多人就是说，其实我已经得到癌症了，我不想要接受那么多药了，我先专心的先找西医，然后治疗完之后，化疗结束之后，我再找中医调理。那其实这样子真的是比较可惜一点，因为你化疗一开始我们就先让你处于最佳状况，那你先给你一些什么黄芪啊、刺五加啊、人参啊这些补气的药，帮你做神经的这个修复。那这个好处就是，你这手麻脚麻症状是非常轻微，而且通常都半年后就消失了。所以最好一开始我们就中西合并治疗。
观众问说，大肠癌能不能吃辣椒啊？其实辣椒就是一个比较属于辛散啊，然后辛辣属性的，它比较适合寒性的。可是因为你要看你是什么阶段啊。电疗期间，哇，你肠胃道本来就很敏感了，你过度吃这些刺激的东西啊，可能肠胃道会受不了。所以，如果你是站在一个你是寒湿体质，然后你想要预防大肠癌，那你吃点辣椒啊，或是姜黄啊，或是咖喱这些，如果你是寒湿型的，吃这些东西当然是有帮助啊。可是你如果是属于这种火热属性型的，哇，平常就很容易口干舌燥，就不可以吃这些东西。那你在治疗期间，就是化疗、电疗这个标靶药物期间啊，最好是不要吃这些刺激性的东西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，民众问到说，怎么样去预防大肠癌啊？如果你有家族史，或是你就是已经45岁以上了，那你就是定期去做筛检。那如果你检查出来说，有息肉，然后有点病变，赶快来找中医师调体质，把你体质调好了，身体健康，免疫系统健康，然后这个癌症相关的体质也都没有了，这才是最佳的预防保健之道哦。那我们日常生活呀，注意我们饮食节制，还有呢，不要过度的过饥过饱，这也是健康的基本原则啦。大家学汉医，我们下次再见。